我们当然不用这么大的动作去做，通常就是可能手里伸一收就会拳了。老师啊，我们有同学一直在问啊，这个套路跟对打到底要怎么接上关系？因为其实套路的动作真的很大，然后又很怪。套路通常是有它针对性的训练目的的。那我们用我们系统比较基本的8连手来讲，会比较清晰一点，因为它比较单纯。例如说8连手第7动，它是3个动作组成。1、2、3。就换下一个动作了，1、2、3，很单纯的动作。那一开始练的时候，一定是要求做大动作，大动作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在我要确认我的肌肉的发动的顺序。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，其实我是以我在练的话，我会强调我的下半身在带。所以我的发动是这边在发动，带动到我的手部来，带起来，由这边再发动，1、2，蹦，1、2，蹦，所以在练的时候，我们初练的时候会把它做大，去细致的我的动作过程。例如说我们在应用这个第7动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不用这么大的动作去做，通常就是可能手里伸一收就会拳了，身体一收，就会拳，我并不会说像套路，丢拳这样子，那下可能就来了。那所以像刚才做的动作，除了我刚才一开始讲这一段的身体联动以外，其实还有一个重点，1、2、3，我的这个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做完以后，如何连下一个动作？这一段的进道转换，其实是这个训练的一个蛮重要的目的性如果通常大家，例如说更早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是说，请把手套拿掉。更早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是这样讲。一样这边打过来，盖，这样子，几率不太大所以其实我们在练的比较在意的点是在这一段的联动。从一开始练，我们先练这个整个协调性。然后第二个重点是在练我进道跟动作跟动作之间的进道转换。一个本来是下收内压的动作，如何变成外放的这个动作？这其实在很多套路的逻辑内，这是蛮重要一个点。大部分大家只看到出去这件事情，那招跟招之间的连贯点，通常是以我们系统通常是这个大部分套路在强调的细节，而不会太大是大动作，那个是一开始练的比较粗糙的东西。然后实际上练细致以后，关键点通常是动作跟动作中间的连接点。老师啊，有很多人都会在问说，那我不可以一开始就练小动作吗？可以啊，我一定要练大动作。我练小动作开始，不是比较节省时间？当然也可以啊，看你的目的性。我这个动作跟你讲，这比较偏中式的概念了。我们希望把动作练到极致。你60分可以打人，70分也可以打人，80分也可以打人。但是我在练习上，我会希望尽量做到极致。做最大的训练模式，最大的训练输出，然后在实际上用我取局部就好了。那这是中式概念，并不是说一定这样才是对的。OK，当然我实际上在用，我一手绑一拳，当然这是最快最实际的嘛。但是我反过来讲，
你这个动作它其实包含了很多变化性。比如呢，有什么变化？我刚才讲说打过来，然后 OK， 其实我不见得我用不出来，我有机会是可以用的。或者是他今天想要进来情报我的身体，哦，这个蛮常见的，哦，这种动作，对，哦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延伸嘛。那我并不是只为了他打一拳做这个动作而在训练这个动作，我甚至我今天逮上来机会就放，这个也是延伸啊。之前讲的挑打，哦，这一类的我们在练的其实是延伸性，而不是针对单一这种环境下的打法。所以理论上中式武术，它会给不同的学习者，不要讲训练者，学习者不同的发展路径，哪怕是同样一个动作。高矮胖瘦，然后你比较，个性上的差异，个性啊，个性上的差异，身材上的差异，在同样一个动作，它会有不同的呈现，这个才是中国武术比较原本的多元性的面貌。